啊，我跟消防支队这个领导都谈过了。国平啊，你对这儿我看比较熟悉，师傅们也都信任你，安排你带队还有分局，一起跟这个消防支队组成联合专案组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要尽全力把造成这个事故的原因彻底查清楚。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，不可能是意外。行了，国平啊，给大伙就说吧。你要什么说法？现在什么结果都不知道了。我们先第一步得是配合这个消防部门，先把这个事故原因查清楚。大家放心，好吧？爸，我妈呢？我不是你爸，也没你这样的儿子。你看看，干那好事儿，把人都害死了，天天跟他们混在一块儿，滚回家去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我干的。你别说话了。来，赶紧离开这儿，快走，别在这儿待着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他是你哥。我哥，我只有一个哥。我哥现在躺在烈士陵园呢。你算个屁啊！盯着聂宝华干什么？妹妹，你让纵火犯的妹妹跑了！赶紧走！快！不能走！别起来！别起来！这里！把那门挡住！挡住！都挡住！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可以肯定的是，电机厂这次失火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纵火，造成了2人死亡，上百人遭受到了身体和财产的严重损失，有家不能归，性质十分恶劣。这些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临江市，尤其是前湖区一些地方，鱼龙混杂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恶势力。他们有的欺行霸市，恃强凌弱；有的打着各种生意的幌子，干着不法勾当；还有的盘根错节，独霸一方，甚至让当地老百姓都不敢直呼其名，而称其为主任。这些人，他们的气焰实在是太嚣张。同志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全力以赴，查找到纵火案的真凶和背后的主谋，还宁江一片太平。我们要让某些人知道，这里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宁江，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乐土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别跑！走！快！站住！把你身份证出示一下。身份证。警察！警察！别走！别走！对呀！对呀！对呀！知道。起来！坐好。汽油路给我查一遍。我来了，让不让？让。哎，说这事儿是麻烦了啊！我说屁股，什么事儿都给让路。谁说？知道不？顾开颜也破了记录了，是吧？连醒了3天3夜。哎，那个鼻子那么灵，嗅着点啥没有？我是警察，又不是警犬。帮拿着狼了啊！好嘞。
你什么情况啊？独守空房啊？刘二姐独坐绣楼，雨泪汪汪啊！什么？我也别闲着了，上车啊！好，3队电话接着。好嘞。这事谁干的？不是咱的兄弟，我都问过了。问有用吗？去，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好。我来钱湖之前，就听说聂主任你胆大心细，手段也够硬。怎么，被烧死的那个女的跟你有一腿？这高秀莲之前被绑架，警察已经把这事安我头上了，现在又出了人命，我很可能会被彻底盯死。你害怕？不，你怕什么？他们有证据吗？最后这事儿不过也就找几个小喽啰把锅给顶了，伤不着你半根汗毛。你觉得这火是我放的？不是你放的吗？我犯得着跟你演吗？甭管这火是谁放的，但要我说，这把火放得好。要不是这把火，那些电机厂的工人，他会害怕吗？这改制合同他们能签吗？谁会为了那几个钱把命搭上去啊？跟你说啊，就宁江这些事儿，你可能还是不懂。聂主任，魏国平来了。哎呦，老聂，哎呦，稀客，哎呀，特意过来的。哎，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？电机厂失火了，我正在琢磨着该为他们做点什么。哎，你这发小可以啊，没忘本。踏实，都是一个院出来的，我这么想也是应该的。哎，电机厂并购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二哥，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个，什么意思啊？国平，咱们之间也别兜圈子了。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怀疑我，对吧？咱们电机厂出来的孩子，当年跟人打架，外边的人这么说，说咱们是茅房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谁不知道电机厂出来的人，吃软不吃硬啊？我用这种方式收购他们，跟他们这叫硬碰硬。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能办得到吗？好，即便我办到了，我身边突然出了那么一大帮恨我恨得要死的人，我后边的事情怎么干得下去？你们能饶得了我吗？我这不是给我自己刨坑吗？你干刨坑的事儿还少啊？你谁啊？还一句话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电机厂就是我的根，我的家。所以这件事你们不查，我也得查。所以说，二哥，你说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事儿，干嘛呢？哎，你激动什么呢？我们什么都没问你，光说一堆。这儿轮不着你说话。苍蝇啊，不叮无缝的蛋吗？是个人就怀疑你，你自己不想想自己身上有啥问题吗？心里没数吗？跟我们厉害什么劲啊？都说了我们是正常的走访，有错吗？我们走访需要你聂主任批准，你给我盖个章啊！走吧，二哥。查案子啊，也轮不着你。走。二哥慢走啊。然后那个你赶紧去到那个豆芽桥派出所，你妹妹在哪？他怎么了？我在现场被围攻了，国平把他救出来了。还有你这么一个哥呀？急了，咱说一句话，他10句话在这等了，不是他才怪。
有可能啊，毕竟他想吞并电机厂。你看呀，要不要对他实行监控，查一查他近期和什么人有往来？不像他。没想到啊，聂主任还有这么重感情的一面，铁汉柔情呗。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是，聂宝华确实势力最大啊，势力最大他就能放火了。你这俩事是不是得掰开了论啊？同意，应该就事论事。你看，那咱就事论事啊。好，你看啊，聂宝华一直想霸占电机厂，没错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说从作案动机上来说，这已经很直接了。有动机他就敢放火杀人了。哎，我没说要杀人啊，我一直认为纵火他的目的只是恐吓、失控了而已。你改口了吗？我改什么口啊？那你告诉我，在这个市里还有谁能用他这种手段？有手段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不看他什么性格啊？他什么性格呀？我了解他呀。你了解他吗？对呀，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，我不了解他啊？对，你不但了解他，你还了解他妹妹呢。老乡，松树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！案发以后，我们卫队亲手把聂小雨给抓的，我也较劲呢。哟，干什么呢？人都到齐了吧？都齐了，开始吧。各位领导，现在目前呢，我们查封了涉嫌违法经营的场所16所，抓捕嫌疑人39人，配合调查的142人。宋哲，我打断你一下啊，我们想听一下你们讨论的结果。报告领导，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想过吗？我们呢一直是从个人和作案工具来入手的，但是您各位都知道，现在我们市场上的汽油啊、酒精管理的确实不太妥当，再加上很多都是私下交易的，我们没法去追踪。还有这个纵火案的人员呀，基本上都是什么大哥手底下的马仔，要想追到这些人，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。理由很充分，不怕。同志们，全市这个人民群众啊，都在看着我们呢。怎么的，宋哲？难道你是让我和廖局去跟这些人说，我们找到了一大堆理由，就是没办法，是吗？不是，顾局，我不是。坐下。是。这你人找错了，几天都白拿。嘀嘀咕咕什么？有话说出来。我就说人找错了，可能，当然就是可能啊，因为这事儿也是政委啊，你们领导班定了调、点了名的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哎，你说说，错在哪儿了？就是嫌疑人方向一开始就定错了。聂宝华，我从小跟聂宝华一块长大，电机厂子弟嘛，我了解他，特别是性格，很有野心，也一直藐视法律和规则。但他这个人平时行事风格非常稳。电机厂大院子弟，谁都认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这不触犯众怒吗？铤而走险，这太反常了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他说的也有些道理。有意思，有意思还在后边呢。我认为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替别人挡了枪，或者是别人让他故意中枪。你是说我们的侦查方向一开始就错了？当然了。有证据吗？好，我们就等着你告诉我们，这个让他挡枪的人是谁？
过来啊！过来你！你过来啊！你过来！你过来！下去！又他妈输了！哎，要不我们玩街霸？玩个屁！水果机都被没收了，这都是给小孩子玩的。你打会儿台球。哎呀，谁让最近风偏紧呢？都怪黄毛那家伙，关他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是不关他事儿，我就是骂他骂习惯了。哎，最近怎么没见着他人啊？这嫂走了？不知道啊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喝咖啡别咂巴嘴儿。喝咖啡别用勺。我干了。咱俩约会，你干嘛带个人？谁跟你说约会？哎，有我在，那怎么能叫约会呢？是调查。魏警官您好，我叫聂小雨，今年26岁。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我最喜欢听的歌是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》，我最喜欢的人是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找我有正事儿，我已经把场子清好了，没有外人，你说吧。美高美那的人还都熟吗？你不是不喜欢吗？早不掺和了。偶尔还是会联系一下。我想让你帮我去这美高美这个厂子查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新的信儿。你们不是认定是我哥干的吗？谁说的？我们头儿可没这么说啊！聂宝华再傻，他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。我继续喝。那跟我哥都没关系了，你找我干嘛呀？这个事儿不小啊！我琢磨着呢，不管背后老大是谁，你干具体活肯定是小崽子嘛。小崽子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干完活特别爱显摆，尤其是喝酒之后，尤其是在女人面前。你们美高美这个厂子啊，这种人特别多，明白吗？那倒是，你就不怕已经被灭口了？你要是老大，你敢吗？不挑时候啊！我们查得这么紧，抓得这么严，谁敢在这个时候非正常死亡？谁敢在这个时候无缘无故失踪？听得明白吗？听得明白。走吧。啊？去查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等我消息吧。小光，给他们免单。真不错，点心不错。点去。哟，赵公子大驾光临，有事儿说事儿。我去跟你5分钟了。电机厂，继续。我知道
赵公子对电机厂很感兴趣，可这聂宝华折腾了大半年，没什么进展，您就不考虑换个合作伙伴吗？说说吧，你不要强在哪儿？我够狠。怎么说？那把火，你想怎么整聂宝华，我不管。但是你这么一弄，电机厂的人本身就对钙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，你让我后面怎么办？我赵刚混了这么些年，没见过打不服的人。打一回不行就2回，2回不行就3回。电机厂那帮人现在是火烧脑门子顶上了，等这把火熄了，他们还能剩下什么？就是害怕。人一害怕，心就不齐。我有的是招，让他们越来越害怕，到最后就得乖乖签字。我们让他们签什么，他们就得签什么。我们。聂宝华现在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了。你要是还想跟他继续合作，今儿个就不会来见我。你好像比聂宝华更坏。聂宝华最大的弱点是想在下水道里捞金子，还怕脏了手。我不怕。可是你别忘了，那个魏国平就是从电机厂出来的，所以这个事儿最终肯定得有个结果。警察的注意力现在都在聂宝华身上，谁顾得上我呀？你也别得意太早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找合作对象原则很简单，谁有能力，我就跟谁合作。得嘞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小事你也先帮我办一下，回头我让秘书告诉你。听您吩咐。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好了吗？
陈良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，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临江医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。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
配合一下，大家配合一下，这不出了点事儿吗？让您过去吧。配合一下，大家配合一下，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互相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你好，来了。情况是这样，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手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4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
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！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，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有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水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3队同志呢3队了，来了，过来。？3队的同志，1人进1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新队员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科，我们认识。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！ 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
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，听听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。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。要分个主次，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，这肯定是次的。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。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这个会我看明白了。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尸块还是第一要务。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，
因此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对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句。哎，您就开门来。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顾局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了这闲话呀？啊！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的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坐。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
这里边能有石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后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二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瓮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一点上，魏国兵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两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！是。来支援了！高云啊，高云啊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啊！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。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孩子不方便的，尽管提出来，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操！这么多垃圾！哎，等着你们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。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地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
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大哥，这什么地方？地串厂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区分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彭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！江东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儿。好，没事，不害心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维协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套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会儿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。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当时他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先撤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辛苦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面皮里过去的，人就穿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，
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谢谢啊。屁股都给我颠碎，这上面这么大雪，这下面咋这么快停了呢？哎呦，这么陡的坡啊，要没我，你骑都骑不上去啊！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。他再提着重物，要我是他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啊？桶的印子。把东西扔到这儿，这东
东西已经很重要啊。下去看看。仔细点啊！一寸一寸磨。每个角落都磨遍了。磨着了，不管磨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！忍着点。飞，出来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。